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不愧是冻龄少女，穿姜黄外套配牛仔裤，像18岁的小姑娘一样。女星谭松韵在机场的一组街拍引发热议，冻龄少女这个标签再次贴在她身上。在照片中，她穿着一件姜黄色外套，搭配高腰牛仔裤，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甜美活力的气息。18岁的小姑娘，这真是对谭松韵的称赞，毕竟她现在已经27岁了，但是看上去依旧青春靓丽。那么，谭松韵的穿搭有什么独特之处，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将近10岁呢？难道她还真的有一些不老的秘诀？来，一起看看我们能从她的身上学到什么。亮色系加休闲风。谭松韵之所以能被称为冻龄少女，和她个人的时尚穿搭有很大的关系。她善于通过自己的搭配来展现自己的风格。这次选择了姜黄色外套加高腰牛仔裤的组合，让她瞬间减龄了好几个年龄段。但亮色系的单品不容易驾驭，很可能使整个人不像冻龄少女，反而显得没有精神，甚至像个阿姨。所以，我们要学习谭松韵，不仅要学习她的穿搭造型，更要理解她的穿搭思路。就像谭松韵这么一套服装，重点是亮色系的搭配加休闲风的穿搭方式，这样才能完美衬托出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显得自然大方。那么，亮色系的单品具有什么特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给穿搭增添活力感。一个人穿着鲜艳明亮的衣服走路，就像一束光一样耀眼，这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普通人穿着暗淡无光的衣服，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所以亮色系的单品是非常适合公众人物的，他们就应该在人群中散发光芒。当然，亮色系并不一定好展示，你要找准其中的方法。谭松韵用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在亮色系中脱颖而出。同样的，在冷色调里也有着自身的魅力，它们可以为穿搭增添优雅和神秘感。但是冷色调相对于明亮颜色来讲，色调较暗，需要更加考究的选择款式和配色，才能够有合适的视觉表现，否则也容易坠入暗淡无光的深渊。同时，在肤色上，冷色调和暗淡颜色也更加考究肤色选择，需要考虑到肤色与颜色之间的视觉延伸。然而，对于我这种肤色健康的小伙伴来说，亮度较高、色调较亮的颜色完全能够凸显出我们的肤色特色。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谭松韵的经验，同时综合考量不同因素进行服装颜色选择。这种思维模式值得我们学习。青涩感与减龄感。谭松韵脚踩一双简约设计的白鞋，与牛仔裤形成同色系搭配，避免了底部整体过重和沉重感的问题。另外，白鞋在时尚界近年来逐渐成为单品潮流，其流行不无道理。它们不仅可以和多种款式进行混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可以起到让身材更纤细、腿部线条更笔直的视觉效果。白鞋可以给我们带来连贯感，其延续性提升了整体时尚感。此外，在穿搭中，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设计风格来匹配底部设计和主流设计。前者需要考虑到整体造型、视觉效果等因素，而后者则需要考虑到设计流行特性，以提升时尚感，同时避免影响整体造型效果。谭松韵巧妙运用短款与宽松单品，构建了曲线流畅的视觉效果，这一技巧值得学习。我们应该清楚，短款能够提高腰线，有利于改善身材比例，是我们追求更完美身材曲线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宽松单品则是我们在休闲场合中追求舒适感需要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它们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不受束缚，更加放松，并不需要承受过多身材限制和拘谨。因此，短款与宽松单品都是非常重要且具有实用性的选择。我们应该根据需求和场合进行合理决策，以达到最佳身材比例与舒适感。简约设计可以丰富整体造型是有条件的，需要考虑到其他要素如配饰、上下的联合等因素。此外，谭松韵还通过巧妙搭配上下达成造型统一。在此过程中需要注重颜色统一和设计元素统一，这样可以使整体造型更加协调并富有特色。如果想要保留流行元素，还可以将其融入到上下或配饰中，从而达到统一和丰富性双重目标。关于这一点，一方面强调统一是为了提升整体性和视觉效果，而另一方面强调丰富性是为了增加个性和时尚感，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出独特且引人注目的造型。谭松韵这套穿搭还另一个优点就是甜美活力，我们应该清楚，甜美活力可是青涩感和减龄感的终极目标，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年轻态。在穿搭中，甜美活力主要体现为颜色搭配、面料质感和轮廓设计上的协调与统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在穿着上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心态和与生俱来的天真烂漫。对身材有束缚感，对于我这样身材偏瘦的小伙伴来说，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宽松加大号会有束缚感。难道我们不是应该追求适合自己的穿搭吗？此外，我发现围绕这套穿搭存在许多争议，其中之一是裙子还是裤子哪个更好。显然，这种争论是不必要的，因为在不同场合下可以尝试不同风格，无论是裙子还是裤子，都有适用场景和夺人眼球之处。当然，对于整体造型来说，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保持统一性，以及在其中创造个性化特色。这种思维值得借鉴。同时，对于我这种175厘米高度的小伙伴来说，这样高 waist 加短款与 regular fit 的联合完全没有问题，充分展现我的身材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在服装行业中，有一部分所称的大号其实并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合理判断，不要让尺寸限制住自我表达。最后，在服装行业中，标准尺码往往并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因此出现了不同品牌、不同系列，甚至同一品牌下不同系列之间都有着尺码不一致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拥有良好的自我认知，并基于此进行合理判断与选择，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尺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